李念宗离开办公室后，叶晨没有让下一人立刻进来，而是拿出手机给万破军发了一条信息，让他即刻按照原定计划登陆，绕行至铜矿后侧等候。此时的万破军已经带着万龙殿的精英以及那7名骁骑卫、547等人乘船来到了塞浦路斯海岸线。按照叶晨的要求，他们在距离海岸线不足10公里的位置停泊等候。而后的2个小时时间里，叶晨如法炮制，面见了骁骑卫剩下的各个级别负责人。这也让他又陆续试探出4名与马晨飞一样，意图通过告密来换取组织认可的奸诈之徒。而叶晨也继续用着忽悠马晨飞时一样的说辞，让他们自以为已经立下大功，并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下线，确保他们的人都能在稍后的公开服药阶段，在自己的左手中拿着一条毛巾，以便叶晨辨认。此时此刻，200多名骁骑卫已经无形中分成了2个阵营，愿意跟着李念宗等人对抗破清会、争取自由的那些人，已经做好了接管整座铜矿的准备。但是还有一些骁骑卫迫不及待要在这次的考验中证明自己的忠心。他们此时都聚集在马晨飞的办公室，马晨飞难掩激动地将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随后兴冲冲地说道：今天真是多亏我聪明，发现了那解药里面有所古怪，这才无意间歪打正着，通过了英主的考验。万一我脑子一热，也跟李念宗他们一样，妄想趁这个机会脱离组织掌控，那咱们恐怕就全完蛋了。这些被马晨飞选中的人本身就与他一样，渴望着能够在组织里越爬越高，所以他们在听完事情经过之后，一个个也是既庆幸又激动。在他们看来，能顺利通过英主的考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家一定都能得到组织的嘉奖。于是一众人兴奋难耐地对马晨飞表了忠心，其中一人激动地说：中旗长，哦不，未来的指挥使大人，您将来飞黄腾达，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部众啊。马晨飞哈哈一笑，拍着胸脯说道：兄弟们尽管放心，今日这一波机会我们牢牢抓住，以后整个骁骑卫的重要职位肯定都是我们的，我升任指挥使，中旗长的位置自然就空出来了，左右旗长到时候肯定要被组织严惩，他们下面的其他负责人也难逃厄运，到时候这些重要岗位无人承担，肯定优先给我们这些通过考验的忠臣，到那时大家都能整体更进一步。众人一听这话，更是激动得无以复加，一个个已经开始在心中盘算着这场考验过后自己能够收获怎样的巨额回报。这时广播里传出董事长的声音：所有骁骑卫注意，10分钟后在职工礼堂集合，特使大人将为大家发放最新的解药。马晨飞听到广播，兴奋地站起身来，雄心勃勃地说道：兄弟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所有人回去取一条毛巾拿在左手，特使大人看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都绝对忠于组织。有人问他：马哥，咱们手拿毛巾会不会有点奇怪啊？万一其他人问起，我们应该怎么回答？马晨飞随口说道：管他们做什么，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天气炎热，背一块毛巾方便擦汗，至于他们信不信，你们也不用在意，反正只是一块毛巾而已，他们能猜出什么来？说罢，马晨飞又道：再说了，这帮人翻不起什么波浪，毕竟就算他们服了解药，体内的毒也不会真的解了，到时候特使大人说出实情，他们不还是得乖乖就范？到那个时候，就算他们知道我们早就已经向特使大人表明忠心又如何？反正以后他们要么被处死，要么被编入我们麾下，受我们指挥，还怕他们翻出什么风浪？那人立刻恍然大悟，双手抱拳恭维道：马哥英明，看来今日真是我们弟兄们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一切都仰仗马哥提携，将来我们一定都听马哥您的吩咐。马晨飞满意的点了点头，笑呵呵地说道：有兄弟们这句话，
就不枉费我今日这番心意。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准备毛巾，一会咱们在职工礼堂见。就在所有骁骑卫都开始准备前往职工礼堂的时候，万破军一行也已经顺利登陆，并且悄无声息地绕到了铜矿后侧。叶晨命令客使段立业与节度使两人亲自前往迎接，并将一行人直接带到了办公楼。除万破军外，其他人暂时留在会议室，万破军则在段立业的陪同下迈步走进了叶晨所在的办公室。进到办公室之后，万破军便恭敬地向着叶晨微微鞠躬，开口道：“叶先生，属下一行已全部抵达，听候您的进一步指示。”叶晨点点头，开口道：“我已经让他们的骁骑卫去礼堂集合了，按计划先把骁骑卫内部的叛徒揪出来，再给他们开个动员大会。届时你带着那7名骁骑卫在后台听我号令。”万破军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叶先生，属下明白了。”说罢，他向着叶晨抱了抱拳，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房间里站着一动不动的几人。这一看不要紧，他看着其中一名中老年，大惊失色地脱口道：“师尊，您怎么在这里？”被他唤作师尊的是节度使身边的一名护卫。叶晨先前并未过多留意此人，毕竟此人修为仅有明镜大圆满，所以叶晨也并未往心里去。可没想到此人竟会是万破军的师尊。他皱眉问道：“破军，这个人真是你师尊吗？”“是。”万破军下意识地点头说道：“他就是我的师尊邱志远。”说完，他看向那中老年，脱口道：“师尊，您不认得我了吗？我是破军啊。”叶晨淡淡道：“他现在的心智已经被我控制了。”万破军整个人顿时一怔，脱口问道：“叶先生，我师尊他也加入了那个组织？”叶晨点点头，讪笑道：“加入了，但似乎地位有些低微，在这里都说不上话。”说罢，叶晨看着邱志远，命令道：“你过来。”邱志远听到叶晨的命令，这才连忙走到跟前。叶晨看了他一眼，在他面前挥了挥手，便将控制他的灵气收了回来。待邱志远恢复神智的那一刻，他满面骇然地盯着叶晨，脱口质问道：“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叶晨指着身边的万破军问道：“你还认识这个人吗？”邱志远这才看向万破军，整个人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他看着万破军良久，才震惊不已地问道：“你是破军？”万破军单膝跪地，恭敬地说道：“师尊，正是弟子万破军。”邱志远下意识地问道：“你现在是何修为？为什么我看不出来你的修为了？莫非你已超过明镜大圆满？”万破军看向叶晨，如实说道：“回师尊，弟子有幸得叶先生提携，现在已跨入暗境。”什么？邱志远虽然潜意识里已经意识到会是如此，但听万破军亲口说出来时，还是震惊不已。他瞪大眼睛，下意识地说道：“这根本不可能！我在明镜大圆满困了将近30年都没能突破，你我分别不过1年时间，你怎能从8星武者一路突破明镜大圆满，并且跨入暗境？”万破军恭敬道：“师尊，弟子刚才说了，这一切多亏叶先生给了弟子机缘。”说完，他忍不住问：“师尊，您不是要去云游吗？为何会在这里？”邱志远已经意识到，面前这个被万破军称为叶先生的神秘年轻人，必然是有着通天实力的高手。自己刚才稀里糊涂就被他控制，足见他手段已经比自己高出不知多少。听闻他给了弟子万破军天大的机缘，他忍不住恭敬地问道：“叶先生，不知您究竟是何身份？”叶晨淡淡道：“我的身份你还没资格过问。”说罢，叶晨冷声问道：“破军刚才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邱志远浑身一震，连忙说道：“我入世云游，就是想找到突破明镜大圆满的机会。偶然间在北非遇到了这里的节度使，他见我修为已经达到明镜大圆满，就劝我加入破青会，并且承诺我在破青会效力3年后，就会推荐我加入虎贲营。”我脑子一热，
便答应了，却没想到加入破清会要服用一种特殊毒药，并且需要终身服用解药方能保命。万破军诧异地问道：“师尊，虎贲营是什么组织？”邱志远解释道：“虎贲营就是破清会培养暗境高手的基地，每一个明境大圆满的武者，在加入虎贲营之后，都能顺利突破，踏入暗境。”万破军忍不住道：“师尊，据弟子目前对这个组织的了解，这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组织似乎非常邪恶，您为何要加入这等组织，为他们卖命？”邱志远扼腕叹息道：“因为我想突破啊！曾几何时，我也是风头无两的天才武者，30多岁就一路高歌猛进，修至明境大圆满。可谁又能想到，我竟在明境大圆满这个境界里困了30年。这3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着突破最后一层，可是这种大境界的突破谈何容易？这么多年一直未能如愿。”说着，邱志远又道：“破清会承诺能让我突破至暗境，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答应了他们。对我来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踏入暗境，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又怎能不把握？”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问万破军：“破军，你为何会在这里？难道万龙殿已经与破清会为敌了？”万破军双手向着叶晨拱了拱，恭敬道：“回师尊，弟子与万龙殿数万部众已宣誓向叶先生尽忠，而弟子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叶先生要将您口中的破清会彻底铲除。”邱志远下意识看向叶晨，坦诚地说道：“这位小兄弟，我虽然加入破清会仅有1年，但正如管中窥豹，窥一斑而知全豹。破清会的实力比万龙殿强出太多，整个破清会单是暗境高手就有近100人之多，甚至据说还有化境大师。这种实力岂是万龙殿能撼动的？让万龙殿与破清会作对，如蚍蜉撼树，不堪一击啊！”叶晨听闻这话，微微一笑，淡然道：“就算他是参天大树又如何？我自会将他所有的树杈枝芽一根根全部斩断，再将他连根拔起，踩于脚下。”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